这是一座在洪荒消失无穷岁月的神秘仙庙，没有一个生灵能够知晓它出现在哪个时代，甚至可能在混沌初开之时，它便早已存在。可它既没有接受过任何圣人的香火膜拜，也没有供奉过什么先天级别的逆天灵宝，反而费尽功夫引发神迹，让凡人来烧香朝拜。所有洪荒圣人都想探索它的根脚所在，可就算是再强的圣人都无法对它造成伤害。一切只因魂穿洪荒的我绑定了上香系统，唯有真正的信徒前来烧香，我才能不断变强。而进香之人所身负的气运越是强大，我更是越有可能获得其他世界的逆天功法，并且附赠的太初仙庙更是逆天的存在。只要待在仙庙之中，我便可以免疫一切伤害。此刻太初仙庙本源空间内，正在假寐的我突然猛地睁开双眼，而一道空灵的声音也同时在我脑海中响起：检测到100里内有大气运者靠近。大气运者，我来到这个世界已经2年半了，可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大气运者。之前的我哪怕是对信众有求必应，各种显示神迹，也才仅只存了2000多的香火值。此时有些激动的我，急忙摸了一下面前的虚空界面，半空中瞬间便是显示出大气运所在的画面，正是我这太初仙庙所在的荒山不远处。2男1女，其中以那手拿长枪的青年气势最为不凡，双目如星，五官凌厉，莫非这就是大气运者？可就在我猜测之际，竟突然听到了一个我无比熟悉的名字——杨戬。我视线聚焦在画面上的少年身上，杨戬这名字本就独特，几乎是和二郎神杨戬绑定的，更别说他身边的妹妹叫杨禅了，这不就是三圣母吗？身份实锤。那么在未来的二郎显圣真君面前，谁还有胆子称自己为大气运者呢？而听他们的对话，顾长歌也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了。还未曾拜入玉鼎真人门下的杨戬带着妹妹正在被天上的小金乌追杀，画面当中金乌已经凝结出火团，面对满脸凄然的杨禅和不甘的杨戬，也只是冷笑：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，有我无敌小金乌在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杨戬护住妹妹，缓缓闭上双眼，遮住了眸中的满目绝望。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瞬间动用仙庙威能，释放出一缕气机，在本尊境内，哪里的黄口小儿大放厥词，浑厚分辨不清男女老少的声音传入3人耳朵内。有仙人出手，杨戬、杨禅双眼发亮，下意识找寻仙人踪迹，却一无所获。谁？小金乌被那缕气机吓出一身冷汗，神识迅速扫向四周，却一无所获。本尊的名讳，你还不配知道。稳坐仙庙之中，我声音平淡：我乃天庭金乌石太子，此2人乃是我天庭追捕的要犯，还请道友不要多管闲事。小金乌冲着虚空一抱拳，言辞犀利，隐隐带着威胁的意味。就算是玉帝来了，见了本尊也要俯首，更何况你一只小小的金乌，滚！我冷笑出声，声音在仙庙的加持下宛如天威，让人心里忍不住生出一股臣服之感。好强！小金乌脸色大变，慌忙飞身后退，刹那间飞出千里之遥。可恶！没想到此地居然有强者隐居，那杨戬2人运气真好。小金乌满脸不甘心，不过想到那股恐怖的气机，也只能作罢，转身朝着天庭方向飞回去。而与此同时，杨戬2人劫后余生，激动地跪在原地，谢仙人出手相助，二郎感激不尽，谢仙人救命之恩。兄妹2人跪下磕了3个响头，然而他们口中的仙人却迟迟未曾出现。二哥，仙人既然出手相救，为何不现身一见？杨戬想了想道：仙人既然出手相救，必定有缘由，现在没有现身，应该是考验我们。我们去附近找一找，看看都能不能找到仙人的居所。话落，杨戬便拉着杨禅朝着前方走去。他们本就是要寻仙问道学本事的，这仙人身形未现便吓跑了小金乌，足以证明其强大。只半个时辰的功夫，2人就已经看到了庙门。二哥，若是这太初仙庙不是那仙人所居之地呢？杨禅有些迟疑，而杨戬面容坚定。这荒山之中有如此辉煌的庙宇，定有仙人居住其中。杨禅恍然大悟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快点去吧。杨戬抬眸看向牌匾，太初仙庙4个大字映入眼帘。2人搀扶着进入庙内，那脸颊圆润分不清男女老少的泥石神像映入眼帘。二哥，这……杨禅小脸上涌现失望的神色，然而杨戬心中不疑，当即撩起衣袍，跪在蒲团上。就这么简单的动作，却让他浑身的伤口再次崩裂，血液浸润衣衫。可杨戬就像浑然不知一般，满目虔诚：仙人，抱歉弄脏了您的蒲团，请莫要见怪。杨禅也紧跟着一起跪下：我是灌江口杨二郎，嗨，感谢仙人出手相救，二郎在此呈上馨香1瓣，求仙人收我兄妹2人为徒。我是灌江口杨三妹，感谢仙人出手相助，三妹在此呈上馨香1瓣，求仙人收我和二哥为徒。2人叩首上馨香，叮！大气运者杨戬上馨香1瓣，香火值增加1万，叮！杨禅上馨香1瓣，香火值增加5000，1万5000。我之前费尽心思才赚了2000多香火，这一下子直接暴富。杨禅虽然不是大气运者，但相比凡人一次只有1点的香火值，5000已经相当可观了。真不愧我耗费仙庙威能救下杨戬兄妹，这一次确实值了。叮！恭喜宿主得到15000点香火值，触发特殊奖励，他化自在法，他化自在法。合着这2年的磨难和无聊就是为了今天的奖励吧？我眼前大亮，这2年我虽然无聊，但也不是吃白饭的。万千世界中的所有极品功法、武器等等都已研究透了，自然知道这套化自在法的厉害。这是完美大世界中的最强功法，荒天地融合一身大道创造出来的绝世经文。此法一出，不论等级，万法臣服，能画出强大的法体助阵，没有数量限制，也没有体型限制，理论上能画出无数个自己，甚至天地万物，只要存在过的都能演化出来。修炼到极致，能超脱时间，超脱空间，在不同世界横行无敌，真正的无敌法。只是荒天地创造出来的功法，在这个世界能用吗？这里是仙神世界，可荒天地则是另一种法则世界。要是无法开始修炼，谈什么超脱时空？像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。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叮！经检测，宿主
主所在的仙神世界灵气和完美大世界法则通用，灵气99归一，融合衍生又创造出新的适应法则。他化自在法可修，太好了！顶级世界的能量果然互通有无。仙神世界灵气极高，任何法则神通皆可修行。有了他化自在法，最起码不用担心碰到什么棘手的神仙妖怪了。当即，我决定先行修炼。至于收徒一事，倒是不急，且先看看这杨戬兄妹是否心诚。叩首之后，兄妹二人等待片刻，却没有任何情况发生。杨禅担忧二哥一路走来碰到太多失望了，难道又是无功而返吗？杨戬踉跄地站起身，安抚妹妹，不要担心，我还好。仙人收徒哪就是这般容易的？也可能是我们心不够诚。于是杨戬决定带着妹妹在仙庙中继续待下去，每日上香，就算仙人不收徒，这救命之恩也得还，留下来上香打扫也算报答恩情。不过他给自己3天时间，若3天之后仙人依旧不出现，他也只能离去。接下来3天，杨戬和杨禅晨昏定省，日日上香，空闲时间打扫庙内杂物，但接连3天依旧没能引得仙人垂怜。第4日清晨，杨戬照例上了新香一半。仙人，虽说您不愿意收我为徒，但是也谢谢您这些天的庇佑。二郎就托大自称一声弟子，弟子要去救母，不能耽误太多时间，所以今日就要离去了。日后若有机会，再回来拜谢仙人。杨戬恭敬地跪下，朝着神像磕了3个响头，拉上妹妹就准备离开。二哥，我们才待了3天而已，好不容易碰到仙人，我们应该再耐心一些才是。杨戬摇头，没时间了，我们也不能龟缩在这里给仙人带来麻烦。可是我们现在离开，岂不是功亏一篑？我们根本找不到其他仙人。我打听过了，西南方向有一玉泉山，那里灵气四溢，是个修行的好地方，我们可以去那里看看。就算是没有神仙，那种上等修行之地也足够我们自行苦修了。劝说了妹妹，杨戬当即就拉着她离开。小金乌要不了多久就会带人来抓他们，他不知道仙人究竟能不能斗得过天庭，但他不能懂，更不能给素未谋面的救命恩人带来麻烦。我在虚空中看到他们这番对话，舒展了眉头，原来不是没有耐心，只是担心会给仙庙带来麻烦。哪怕明知道我能对付天兵天将，却依旧不准备抱大腿，这心性不错。小小年纪心中有掂量，不愧是大气运者。既然如此，这个徒弟我收了。虽然杨戬是阐教的内定弟子，但我毫不在意，谁规定好弟子就是他们的。我作为太初仙庙的主人，不惧圣人推演窥探，仙庙之内更是无敌，哪怕阐教上门要人也不怕。何况杨戬若天天上香，有他的香火之供给，我的修炼之路必然一帆风顺，假以时日修为大成，就算出了仙庙也不用担心什么阐教。心思一定，我当即催动仙庙神通，拦住了杨戬的去路。杨戬只感觉刚踏出仙庙，眼前便一片灰蒙蒙，像是身处大雾之中，挥之不散。出门时明明抓着妹妹的手腕，现在却只有他一人。再次失去亲人的恐慌让杨戬没了镇定。三妹，三妹，你在哪？声音传出去，却仿佛被浓浓大雾阻隔，根本听不到回音。杨戬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他看得出来，这不是天兵天将的手段，那些人出手都是直接的杀招，而妖魔宵小又怎敢在仙人管辖之地随意出手？惊疑不定间，杨戬只感觉清风拂面，风卷云舒，一道清风吹散了面前的大雾，雾散两边，一条道路显现出来。杨戬犹豫片刻，顺着指引往前走，刚踏出第99步，前方豁然开朗，一处仿若世外桃源的地方出现在杨戬面前。阳光雨露，万里无云，漫山遍野的竹子和鲜花草地将这里映衬得生机勃勃。山林中穿梭的珍奇异兽时不时暴露出来，令人目不暇接。空气中的灵气几乎满的都要液化了。杨戬一呼一吸之间，身心都得到了净化，就连身体的暗伤都恢复了。仙境，这里绝对是仙境。想到自己刚踏出仙庙就来到了这里，杨戬呼吸急促，莫不是他的诚心打动了仙人？仙人终于愿意将他引入仙境，收他为徒了。这个想法刚一出现，山林中慢慢显现出一条林间小道，指引杨戬踏入。杨戬压下内心的激动，一步一步踏上了这条林间小道。小道直入山顶，到了山顶，只见一座神圣威严的庙宇宫殿出现在半空之中，宫殿与山顶之间只有一道铁索相连。杨戬眼力极佳，能看出来那庙宇上的牌匾正是道天仙宫，外面破破烂烂的庙宇只是掩人耳目的藏拙之术，这道天仙宫才是仙人真正所居之地。仙人，仙人，弟子杨戬前来拜见。呼喊好几声，半空之中的庙门却分毫未动。思索片刻，杨戬当即纵身一跃，抓住了连接仙庙的锁链。山不来救我，我来救山。杨戬天生神力，本身就是仙凡之体，这点高度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但肉眼看着短短的一节锁链，在开始攀爬时却发现仿佛没有尽头一般，也不知爬了多少。杨戬浑身衣衫都被汗踏湿了，双手开始颤抖。明明近在咫尺的仙庙，却如同徒手摘星，怎么碰也碰不到。低头一看，自己明明攀爬了许久，可地面却依旧近在咫尺，甚至能看到草面上蹦跶的蚂蚱。一边是只需放手就能落回地面的踏实，另一边却是怎么爬都爬不到目的地的虚无。杨戬咬牙，这么困难的追杀都渡过来了，他不可能败在这里。又不知过了许久，杨戬已经脱力了，快抓不住锁链了，眼前阵阵发黑。抬手想要继续攀爬时，一阵微风吹来，双手无力松开，整个人往下坠去。杨戬瞳孔骤缩，不甘心的伸手想要抓住锁链，却失之交臂，眼中闪过浓浓的绝望和不甘。本以为会很快撞击地面，杨戬却忽然发现自己停滞在半空中，眼前一晃，仿佛来到了人间。车水马龙，四处都是叫卖声。他看到自己双手变得枯瘦如柴，指甲缝里藏着黑色泥污，面前摆着一个破烂的小碗。下一秒眼前又是一晃，四周水面积压着身体，杨戬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尾小鱼，身后传来巨大的吸力，鱼尾一摆，面对的就是鲨鱼大张的嘴巴。摇摇晃晃之间，却未曾出现在鱼肚，反而变为了翱翔成风的鹰，烈风瑟瑟，拖着翅膀助他飞行。卖柴的老人，大腹
腹便便的员外，甚至天上的仙人、地面的蝼蚁、世间万物，在这一瞬之间，杨戬都体验了个遍，像是一瞬，却又像度过了每个生灵的一生。杨戬茫然不知所以，直到下一瞬，杨戬站定，出现在了仙庙殿内。殿内的装潢摆设他已经没空关心了，视线全部被站在湖边喂鱼的仙人吸引走了。站在湖边喂鱼的仙人吸引走了。仙人五指修长如白玉雕琢般，垂下来的长发遮挡着面容，看不清楚长相，但就是能感受到他从身上散发的超然物外、老神在在的味道。杨戬眼中一喜，心中明悟，刚刚的那诸多众生幻象正是仙人的神仙手法。于是杨戬立马扬袍跪下，弟子杨戬拜见仙人，求仙人收我为徒。我将手中剩下的鱼食随意抛洒，湖面的锦鲤争相抢夺，鱼跃水面，溅起晶莹的水珠。既然已经自称弟子，为何又要求本尊收你为徒？杨戬略一思索，当即不再犹豫，砰砰砰在地上磕了个3声响头。弟子杨戬叩拜师父，本尊与你有师徒之缘，念你诚心叩拜，内心至诚，且也是为了救母才有如此诸多磨难。今日本尊就收你这个徒弟。杨戬一时愣怔，巨大的惊喜令他反应不过来，但被我那一双仿佛能看透内心的眼眸盯着，杨戬浑身如同过电一般，当即再次叩首，谢师父。我微微一笑，并没有在收了徒弟之后给他什么考验。我知道杨戬时间不多，实际上自己的时间也多不到哪去，于是速战速决。为师手中有一经，名为他化自在法，乃是一本无上经文，学会此法，即可画出强大的法体助阵，也可以化身亿万，于不同岁月修炼，大成之日，上天入地，3界之内再无敌手，你可愿学？杨戬目瞪口呆，浑身的热血都被调动了起来。刚拜师就要传顶级神通，简直像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功法。但看着我淡漠的双眼和周身的气质，杨戬再无犹豫，当即叩首，谢师父传此神通，弟子愿意学，求师父教导。我两指并立，指尖凝出一片绿色荧光的叶子脉络，抬手一指，那叶子飞速击入杨戬眉心。杨戬浑身一震，脑海中突然多出了一股磅礴巨大的能量，无数玄妙的信息飞速凝结成一串串经文。他化自在法，可化世间万物，化他人之身及道果，与各个时空显化修炼，隔着岁月长河也能出手搏杀。越往后看，经文越发晦涩难懂，杨戬脑海如同炸裂一般，他果断收回神识，主要研究前面的经文内容，还未曾研究透彻。杨戬只感觉眼前一晃，所谓的仙庙神殿、青山绿水、灵兽奇珍全部消失不见，他还在那厚重古朴的山中仙庙，所谓的仙境亦有仿佛只是他的痴念一般。二哥杨禅见杨戬出了庙门，忽然就不动了，不由得询问：你怎么了？我刚刚好像入梦了。什么？杨戬晃了晃脑袋，一时之间反倒真陷入迷障，难不成是他想寻仙人入了魔，自己幻想出来了一个仙境不成？杨戬痛苦的倒退2步，抬手撑住墙面不让自己倒下，手掌心的刺痛让他清醒过来，抬手一看，只见他攀爬锁链时，手心里的红痕依旧存在。杨戬顿时脑清目明，脑海中仍旧存在着他化自在法的经文内容，这可不是光靠幻想就能幻想出来的，那根本不是幻想，是真的。他求来了仙人收他为徒，求来了如此玄幻的神通。杨戬激动不已，将自己被仙人带入仙境收徒的事情一一跟杨禅说了。杨禅为二哥高兴之余，也有些失望，我没有得到仙人传法，仙人是不是不喜欢我？不会的。杨戬拍了拍妹妹的脑袋，你乖巧懂事，仙人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你再等等，或许过几天仙人就看中你，愿意收你为徒了。杨禅摇摇头，很快就自我调节好了，仙人定然是看中了二哥你的能力，收徒自然要收最好的那个，我没关系的。二哥你好好修炼，我就在这庙中为仙人和你做些杂事就行了。妹妹，你等我好好修炼，我不会再让你吃苦了。安抚好妹妹。杨戬再次入庙磕头上香，多谢师父赐予我无上仙法，弟子一定会好好修炼，绝对不会负了师父威名。再次收到1万香火提醒的我十分满意，庙内有我设下的结界，一般宵小进不来，有意外情况也会提醒，于是安心修炼。直到第2日，系统再次提醒，大气运者杨戬上新香10次，触发暴击奖励100万香火值，100万香火值。我睁开双眼，有些修炼不下去了。要么说人的胃口就是一口一口喂大的，原本觉得2000多香火值已经不错了，谁知收了个徒弟，上一次香就是1万，如今更是开了暴击，一次性100万。有这么一个大气运者当徒弟，日日上香，时不时来个暴击，我日后的修炼速度绝对一往无前。果断拦下他的去路，结了阐教的内定弟子，这一波着实不亏，100万香火值我也没浪费，将其再次投入修炼当中。山中不知岁月，我和杨戬2人在仙庙之中，一个内部，一个外部，同时修炼。忽然一日，我发现自己未曾动用香火，修炼进度却同样增长了一大截，该不会是系统出了什么 bug？ 丁，宿主名下绑定弟子杨戬修炼小成，功法进度等级增长，同样与宿主共有。绑定弟子，功法共享，也就是说，杨戬修炼了多少功法，获得了什么技能，将会同步复制一份传送到我这里。这我还修炼什么？只要广收弟子，弟子修炼多少，我就可以获得一份同样的，完全是坐享其成，而且对弟子也不会有什么危害。只要收的弟子够多，弟子们够勤奋，我哪怕坐着不动，修为也是蹭蹭蹭的涨。而仙庙外界的杨戬情绪也是激动万分，他化自在法仅仅小成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大幅度上升了，若修为有成，也能尽快的去救母亲。杨戬修炼很刻苦，但也没忘了晨昏定省，日日上香。他能感受到仙庙内灵气四溢，是极其适宜修行之地，不需要另找洞府。而天兵天将也迟迟未能找到杨戬的踪迹，太出仙庙的结界能隔绝气息，天庭的人自然是往那些仙山和有仙人名号传出的地方去找。谁会想到杨戬竟然在这么一个小破庙里找到了仙人呢？与此同时，昆仑玉虚宫之内，漫天的星辰和丝丝缕缕的祥云勾勒出天宫神殿仙气飘渺的一面。缘分到了，可该闪烁的星辰之光却未曾显现。元始天尊端坐在云端之上，心念一动，召唤来了自己的
弟子玉鼎真人。玉鼎真人恭敬行礼，未敢抬眼往上看，只是低头询问，拜见师尊，不知师尊召唤弟子前来所为何事？本尊推演星辰，人族有一个弟子与我阐教缘分匪浅，该是你玉鼎的徒弟，你且下凡将其引入门中。是。玉鼎并没有问师尊对方姓名，他自己也会几分推演之术，只是比较担心这徒弟的性情是否与他相合，可千万不要是个麻烦体啊。然而玉鼎真人却不知道，他命定的徒弟早已换了个师傅。随着一天早上杨戬平平无奇的上完香之后，系统再次提醒：丁大气运者杨戬上新香100次，暴击出奖励，恭喜宿主获得重瞳，恭喜宿主获得至尊骨。我面上一喜，重瞳能洞察世间万物，甚至跨越虚空，既可以当攻击手段发出神光，又可以透视看穿敌人弱点和本质。而杨戬本身就自带天眼，可看破虚妄，看透伪装，发动神通攻击，这也是他一个凡人之身能在天兵天将追击中多次逃命的原因之一。重瞳配合天眼，简直如虎添翼。至尊骨更是奇特，天生蕴含先天道纹，自带一道绝世神通。重瞳加至尊骨，其威能不可想象。以前我许还要犹豫奖励是用在自己身上还是杨戬身上，现在不用纠结了。徒弟获得的传承和技能，我作为师傅同样可以享有。不过传授他化自在法才没过多久，就将重瞳再给他，接二连三的大礼。我担心杨戬目前招架不住，而且他化自在法也需要慢慢融合修炼。于是我将这件事暂且压后，准备找个合适的时机再将重瞳赐给他。就在此时，外边传来一阵呼救声：“仙人，仙人，求您救命啊！”一个少女扑通一下跪在杨禅面前：“庙主大人，求您救命啊！姑娘莫急。”杨禅将人扶起来：“若真有什么难处，只要去烧香，诚心的跟仙人说，仙人一定会帮你的。”少女泪眼朦胧，娇嫩的脸上挂满了泪珠。好，我这就去上香，我去告知仙人。少女脚步发软的前往庙内上香。杨禅于心不忍，上前扶着她来到蒲团前，其他好奇的香客也都围了上来。少女朝地上磕了3个响头，转瞬间额头就红了一大片。求仙人救我父亲，我家在30里外的上河村。少女擦了一把眼泪，痛苦让她说话都带着抽泣声。我父亲前几日上山砍柴，被一阵黑风卷走了。黑风？我听到少女所言，略微思索便猜到了大概。山中小妖不少，时常掠夺附近村民当作血食。附近村民上香，虽然香火较少，但若人数足够多，也会有不菲的香火。若借此机会将小妖除去，必然能将太初仙庙的名声进一步传播。杨戬这段时间勤勤恳恳修炼已初步小成，除妖仪式交给他，应该可以。思绪落定，大殿之中顿时显现出法相金光，忽然出现的金色光芒闪住了那少女的眼睛，擦了擦泪水。少女抬眼一看，就见大殿正中坐着一看不清面容的法相仙人，仙风道骨，悲天怜人。仙人，少女，包括外面看热闹的香客，当即激动地跪下来大喊：“仙人，此事本尊已知晓，本尊境内竟有如此胆大的小妖作祟，杨戬何在？”杨戬闪身出现：“徒儿在，此等藏头露尾的小妖，你且代为师出面，将他收服了去。”杨戬激动跪下：“是，徒儿定不负师傅所托。”话音刚落，我显现的金身法相消失，其他香客也是第一次见到仙人显现金身，顿时叽叽喳喳的议论纷纷，甚至偷偷拿眼瞅杨戬。不过半日的时间，杨戬便已返回，一头刚刚开了灵智的黑熊精被杨戬轻松斩杀。我勉励了一番，就让杨戬下去修炼了。原以为事情到此告一段落，结果这天杨禅刚打开院门，就被庙门外密密麻麻的人给吓了一跳。以往也有香客专门等他开门，但也没有这么多呀，粗略看一眼都有上百个了。诸位，这时杨禅注意到人群当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是那天来求助的少女。少女兴奋地朝杨禅挥挥手，将身边的一位老者搀扶着走上去。庙主大人，这是我们上河村的村长，我们上河村人是专门来这里上香还愿，感谢仙人搭救的。对，这次要不是太初仙人出手杀了那黑熊精，恐怕我们上河村都要被那黑熊精给屠了。庙主大人，我们都是来上香还愿感谢仙人的，快开门，快开门，让我们进去吧。上河村的人全都穿上了自己家里最体面的衣服，一个个激动得跟过年似的。杨禅听清楚了原委，眉目含笑地打开庙门让他们进去。村民们也知道这是仙人之地，排着队慢慢进去烧香磕头。一个凡人上香只有1点香火值，但积少成多，数百名信众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带来的香火值也不容小觑。系统那边不断提示香火值到账，叮叮叮叮的声音极其悦耳。叮，恭喜宿主声望大涨，忠实信众增加1000人，奖励太初仙庙一座。我微微挑眉，本以为只有香火值才可能爆出奖励，没想到声望值达到一定程度还能开出奖励。幸好之前并没有完全将注意力放在大气运者身上，也没有放弃普通人的香火值。看来传播名声的计划应该再加快速度了。不过这奖励也挺奇怪的，太初仙庙，我现在不已经有了太初仙庙，还要再奖励一座太初仙庙，可加速庙中所有生灵的修行速度，防御力极其强大，可以抵挡圣人之下的所有攻击，并且斩断一切窥视和推演。仙庙之中，神佛不查，妖魔不侵。我眼瞳放大，相当于给现在的仙庙来了一个升级版的2.0。圣人之下的所有神佛妖魔，皆对我无可奈何，而且还可以隔绝窥探和推演，哪怕是顶级推演之术，也无法观察出仙庙内的所有生灵。这简直就是顶级的保命地。我抢走了杨戬，就已经惹上了阐教，但在这仙庙之内，就算他们推演，也推演不出仙庙内的人和事。哪怕阐教的人运气好闯到仙庙之内，看
看到杨戬，也无法打破仙庙的保护。圣人之下我无敌，而且这仙庙也保证了我未来的收徒计划。大气运者大多被其他教派内定了，去抢人跟得罪那些教派没什么区别。可有这个仙庙能隔绝推演，那还怕什么？多多收徒，大气运者尽归我所有。当即不再犹豫，立马使用。我飞到太初仙庙上空，将仙庙下的山林尽收眼底。本来将仙庙安在这里就颇有几分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感觉，如今终于能改造一下了。抬手一挥，仙庙虚影从手中落到太初仙庙上，直接覆盖了方圆100里的范围。原本的仙庙扩大了数倍，周围杂草丛生的山林被浓郁的灵气带动的变了模样，整座山百花盛开，青翠欲滴的翠竹，娇艳的桃林和鲜花，重新焕发生机的土地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仙人所居之地。大白天庙内来来回回不少信众，这一手自然被他们看在了眼里。快看呀快看呀，仙人显灵了！老天爷啊，这是真正的仙人！挥手间将整座庙都变了个模样，还有外面的山林，这才是仙人所住的地方啊！信众们当即跪拜在地，朝着我的方向磕头。几乎是片刻，忠实信众又增加了数百人，而杨戬这个大徒弟却分毫不知，他还沉浸在修炼当中，只是感觉空气中的灵气浓度好像重了一些。翌日，杨戬照例去上香打扫，打开房门，仙庙恢宏大气的装潢步入眼帘，高墙琉璃瓦，墙面上精致的浮雕和壁画，扶手从普通木头变为了石雕，道路是一块块青石板，平整干净，就连庙宇都多了许多房间。杨戬拉开庙门，原本荒芜的乡间小路消失不见，青石砖排列的山路更方便香客行走。山林浪漫，繁花盛开，灵气缭绕。杨戬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，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睡醒。已经起来的杨禅看到哥哥这呆愣的模样，忍不住一笑。二哥昨日修行太专心了，可是错过了这仙庙变化的奇景。昨日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昨日仙人显现真身，将这仙庙扩大改建，溢出的灵气使这片荒芜的土地都化为了仙境。那景象转换的样子，你真应该看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杨禅这年纪正是爱美的时候，看到居住环境大变样，从昨日一直愉悦到今天。这野兽也知道哪里是好地方。刚刚我在后院还看到了一个意外闯进来的白虎。杨戬感慨地摇摇头，这就是师傅的神仙手段啊！我昨日修行时就感觉灵气忽然上涨，原来是师傅做的。这种本领比之前杀了黑熊精更让杨戬吃惊。黑熊精的死只能说明武力值得强大，但这等奇异能力不到一定境界可根本无法施展。嚯，老李之前跟我说这里凭空出现了仙庙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天啊，这里也太漂亮了！我不会是在天宫吧？我们真能免费来吗？我怎么有种不真实的感觉？哪怕是昨日亲眼见到的村民也目不暇接地看着这座仙庙，像是下一秒就会被人赶出去似的。快快快，难得见到真仙，我可一定要好好祭拜，都别跟我抢！我要上头香，你想得美，我排在你前面，头香是我的。村民们一拥而上入了仙庙大殿，殿内的雕像也在升级时换成了我的形象，眉目淡然，气势惊人，哪怕只是个雕像也让人不敢直视。诸位相众，莫要争抢！杨禅作为庙主站出来主持大局，太初仙人并不在乎所谓的头香，只要心诚，每个人的所思所想都会传达到仙人耳中。杨戬见妹妹主持大局也没什么问题，便隐下身形，重新回后院修炼去了。仙庙已经步入正轨，往后只会有更多因为仙山而来烧香的百姓，而我每日除了修炼就是负责面对各种显现的心愿。我并没有全部应下，要分析对方是否心诚，心愿是否会影响他人因果，没问题的话也就不吝啬讲他人因果，没问题的话也就不吝啬自己的神通了。至于那些狮子大开口的想成为皇帝，想一夜暴富，想要全世界所有美女都爱自己之类的，通通视而不见，没降下神通揍他们一顿都已经算脾气好了。不过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些杂事，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修为。随着香火值的增加，短短1个月的时间我就成功踏入真仙境，算是有了一些自保的能力。但在这洪荒世界，这点本事可还不够看。修炼之所以能如此神速，也有徒弟出的一份力。杨戬这段时间修行十分刻苦，一边修行一边拿祸害人间的小妖练手，稳扎稳打到了练神化虚的境界，不仅给我免费提供了一大段修炼成果，自己也磨练出了战斗的反应力。太初仙庙内的师徒进度喜人，而另一边本应该收徒的倒霉玉帝，则是满脸苦恼的在自己的道场发愁。奇也怪哉，不应该呀！根据他的推演，自己和未来徒弟的缘分就在这里，但却莫名其妙的断了。这师徒缘可是经过师尊原始圣人的加持和肯定的，怎么可能莫名其妙断掉？玉鼎真人这几天愁的头发都快掉完了，专门去凡间仔细推演徒弟生平，却仍旧一无所获，根本找不到一点踪迹。只要人活着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，怎么可能推演不出来？就算是死了，命运轨迹也是定好的。现在就像是这人凭空消失了一般，跳出3界外，不在5行中。玉鼎推演的脑袋都大了，甚至专门找了几位精通此道的师兄以及归族好友为他推演，结果无一例外，通通推演不出来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匆匆流过。杨戬和杨禅已经在仙庙中安然度过了1个月。仙庙后殿之内，杨戬做了个收拾，缓缓吐出一口浊气。太好了，仙庙之中灵气四溢，修炼起来事半功倍，比一些大能的伏天动地还厉害。杨戬满目喜意，他年纪尚小，才接触修行1个月，便修炼到了炼虚合道境界。这一切全都是师父带来的，若不是师父收他为徒赐他神通，恐怕现在还在苦苦挣扎，躲避天兵天将的追捕。不过他并没有骄傲自满，距离成为真正的仙人还差最后一步——天劫。他要拥有更强大的实力，才能救回被天庭抓走的母亲，为惨死的父亲大哥报仇。而杨戬那边刚晋升，我这边就感受到了自己修为的上涨。天赋这一词真不是白说的，我有香火系统协助修炼，练到炼虚合道也用了3年多，可杨戬仅用了几个月就达到了，不愧是仙凡之体。如此恐怖的修炼天赋，确实是大气运者应有的。而杨戬的修炼天赋越高，同等反馈到我身上的修炼成果也会越高。再加上我自己有香火值帮忙，到了未来也肯定要收其他徒弟，所以手下的徒弟是越不过我的。想到此，我再次施展神通，将杨戬召唤到了太初仙庙内部。杨戬看到熟悉
悉的仙雾后，就知道自己又被召唤到师傅的位置了。我依旧一袭白衣，仙境之中微风寥寥，吹起衣角和袖袍，看向杨戬的视线中带着几分满意。徒儿，为师观你修为小成，这才特意将你唤来。杨戬恭敬行礼，师尊有何事吩咐？徒儿必定竭尽全力，不让师尊失望，不必紧张。为师叫你来，并不是有什么任务，而是观你短短数月就已将修为修炼至此，所以奖励你1个月就已将修为修炼至此，所以奖励你一个小机缘。我淡淡笑道：机缘。杨戬闻言顿时感动不已，除了父母之外，师傅对他真的是最好的了，这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亲人相处的温暖。谢师傅。我看向杨戬眉心处，微微一笑道：不过在送你这桩机缘之前，为师要先将你的天眼点通。杨戬微微一愣，伸手摸了摸自己眉心处还未显现的天眼，这天眼是他天生自带的，小时候被母亲封印，家破人亡那日，母亲拼死解开封印，多次濒死之际救他于危难，为什么还要说点通呢？我淡淡一笑道：你的天眼因为你的血脉而生长，你应该也能感受到自己修炼上的天赋卓绝，虽然你的血脉天赋万中无一，但这天眼的能力却并没有完全被开发出来。徒儿，你应该没办法主动开启天眼吧？杨戬木愣的点点头，是的，这天眼只会在我危难之际爆发，我自己并没有掌握开启的方法，因为你的天眼还未被彻底点通。作为天眼的主人，你的天眼就像是自己真正的眼睛一般，随时可以开启使用，而不是现在这样只能被动的靠生死本能爆发。所以为师现在替你将它点通，点通之后，不仅你的实力能大幅度提升，还可以领悟种种玄妙神通，修为1日千里。再高深的功法对你而言，也会简单的如同一张白纸。杨戬当即激动的跪下，抱拳行礼，求师傅帮我点通。我一抬手，跪下的杨戬只感觉膝盖处仿佛有云朵将他托了起来。为师这里不喜这等礼数，本就是顺带帮你点通，无需行礼。没有多说，我单手捏诀，一道灵光直冲杨戬眉心之处。杨戬只感觉眉心一痛，然后越来越热，闭上眼，眼前就是一片火光冲天。下一秒，眉心处的天眼瞬间打开，惊人的亮光直冲天际。光芒散去之后，天眼依旧未曾合上，散发着寥寥的仙光云雾。杨戬感受到自己和天眼之间彻底连通起来了，可随意控制开启闭合。谢师傅。杨戬激动不已。我摇头一笑，傻徒儿，这可不是师傅赐予你的机缘，接下来才是为师真正要赐你的。抬起右手，半空中凝结出一团亮光，时不时发出几道奇异的光线，却让人怎么看也看不清那光芒究竟所为何物。我屈指一弹，手中的亮光直接钻入杨戬的身体里。杨戬浑身一颤，不仅仅是眉心的天眼，就连自己的双瞳都爆发出了惊人的仙光，力量层层涌进。啊！杨戬大吼一声，空气都因他周身惊人的气势而发生了扭曲。我站在高台之上，身上的衣物被冲击吹得飒飒作响，本人却岿然不动。幸好将杨戬召唤到了仙庙内部空间，这要是在外面，可就要吓到那些相中了。其实我也有些好奇，重瞳融合了杨戬天生自带的天眼，究竟会诞生出如何强大的能力？不过不需要多做观察，系统就主动给出了答案。叮，恭喜宿主，杨戬获得重瞳之眼，将同步复刻反馈到您身上。重瞳之眼第一阶段可发射神光，破除一切万法禁制。随着杨戬能力的提升，重瞳之眼更高级别的封印将会逐一解开。重瞳之眼相当于重瞳2.0版本，结合了杨戬的天眼，后面封印解开之后的能力，我着实期待。而杨戬忽然得到如此顶级的能力，天眼需要消化吸收，整个人汗如雨下，神情却振奋无比。这是师傅说的小机缘吗？这简直就是天大的机缘。除此之外，为师还有一物送你。我张开右手，一块布满符文的骨头浮现在手中，此乃至尊骨，有了它，你的修行之路将会更加顺遂。话落，至尊骨化作一道灵光，直入杨戬体内。杨戬闷哼一声，刚刚的虚脱逐渐缓和，甚至体内灵气再次充盈饱涨。我提醒道，至尊骨拥有修复伤势、增强抗性的能力，不仅可以赋予你神奇的力量，而且也会增加法力。你现在应该能感受到了吧？它自带的神通上苍劫光。不仅如此，修炼到后期，只要不断完善上面的符文，释放的神通威力就会更强，达到最顶级的时候就可以进化为上苍之手。不过最终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悟性。杨戬呼吸急促，感受到了体内的大不相同。师父赐给他的每一个机缘，每一个功法，放到外面都是他人争抢的东西，可在这里却随随便便的就赐给了他，满心感激却无以为报。我又道，徒儿，虽然你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，自身修炼天赋也可以用妖孽称呼，但是一定要戒骄戒躁，须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只有沉下心来稳定修炼，才能获得更强大的实力。杨戬恭敬的弯腰行礼，谨遵师父教诲，二郎谨记于心。我微微颔首，一抬手将杨戬直接推出了太初仙庙内部空间。重新回到修炼室的杨戬，脸上才显现出几分压抑的喜悦和少年欣喜。获得了重瞳之眼以及至尊骨，他迫不及待想要试试神通的能力。只有早日修行成功，才能早日杀到天庭，救回母亲。在内部空间默默观望的我十分满意。修炼最忌讳浮躁，而杨戬得到如此大的好处，却并没有松懈。不愧是未来的天界战神。杨戬修炼的越刻苦，反馈到我身上的修炼成果也越高。我们未来行走于6界之中，也将不惧任何危险。太初仙庙这边进度喜人，而另一边的昆仑就没有这么好的氛围了。玉鼎真人想尽了各种办法，各族好友都请了个遍，却依旧没能找到那命定的徒儿，仿佛人间消失一般，根本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痕迹。到最后，玉鼎真人甚至胆子大到怀疑是不是元始师尊推演错了。如此耗费了几个月的时间，玉鼎真人实在扛不住了，准备回去请罪。刚入昆仑，玉鼎真人挥袍扫身，扫去那并不存在的凡间尘土。这
这不是师弟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一广袍长袖的仙人迈步朝玉鼎走过来，头上插着一根白玉发簪，气质温和，态度亲切。师弟这是前来找师尊复命的，不是说收徒吗？我以为师弟要在下界待上许多年呢。听到师兄的话，玉鼎真人强撑着的脸实在是控制不住垮了下去。我还没完成呢。作为阐教大弟子，广成子对玉鼎相当了解，所以他颇为惊讶。怎么回事？师弟，以你的能力，下界几个月了，怎么可能没完成任务？收徒而已，对你来说不是难事啊。莫不是那徒弟性情顽劣，你着实不喜？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，哪怕对方再令我不喜，我也咬牙收了就是。可关键是，玉鼎真人无奈的叹口气，关键是他根本找不到人呀。这句话要是说出来，别说大师兄了，就算是下面的师弟们，听了也不会相信的。找不到人就推演呀，怎么可能会有推演不出来的人？可偏偏就是这么倒霉，真的就有推演不出来的人。玉鼎真人叹口气，重新打起精神，走向玉虚宫之内。广成子看到师弟这番颓丧模样，也是奇怪，不就是个收徒任务吗？这么难吗？玉鼎那边刚踏入虚空，转瞬间就来到了师尊元始天尊的面前。师尊，玉鼎命定弟子呢？可是出了问题。元始天尊眉头微皱，玉鼎性子是这些弟子里面最跳脱的，如今来面见他却一言不发，而且也没在玉鼎身上见到师徒线。玉鼎苦着一张脸，师尊恕罪，弟子着实是没能将命定弟子带回来。我已经走遍了整个凡间，甚至请了不少擅长推演的好友族人，却根本没找到对方的一丝痕迹和线索。玉鼎小心翼翼地抬眼瞅了一眼师尊的脸色，所以师尊，您会不会是算错了？元始天尊眉头微皱，至于算错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他推演天机，确确实实有一天命之子入他阐教，拜于玉鼎名下，所以他从未想过玉鼎下凡一趟会失败，更别说会失败到如此彻底的程度。这里面绝对有问题。元始天尊单手捏诀，决定再次推演天机，准备利用星盘看看那名弟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下一刻，天边一道寒芒闪起，转瞬间射向了元始天尊的方位。这里可是元始天尊的道场，别说妖魔鬼怪了，就算是天道也不会轻易攻击此处。第一时间，元始天尊以为是哪位道友前来，可下一秒脸色一变，飞身躲开。那道寒芒速度极快，死死跟着他的脚步，他不能在弟子面前狼狈逃窜，于是反手合掌，运起浑身灵气抵挡。只听轰隆一声，响彻天际的爆炸声差点没将玉虚宫给炸开。玉虚宫的一切以元始天尊的灵气为基础存在，所以安然无恙。只有玉鼎真人被气波整个冲飞到墙面上，在墙上砸下一个大坑之后跌落在地。玉鼎真人吐出一口鲜血，根本来不及观看自身伤势，挣扎起身跑向师尊的方向。只见尘烟散去，元始天尊向来洁白无痕的长袍上落下几道烧损的痕迹。师尊，您没事吧？玉鼎瞪大双眼，面上有几分惊恐。他实在不敢相信像师尊这样的大能竟然也会受伤，刚刚的攻击也太恐怖了，仅仅是余威气波都将他伤成这样。元始天尊也有些吃惊，他从没想到自己在属于他的道场内还会遭受到莫名攻击，太奇怪了。刚刚那道攻击并非是我熟识的任何人，洪荒之中也不曾见过谁有如此手段。成圣多年，仇敌自然不少，但大多消失在时间长河中。这些人的功法能力，元始天尊也了如指掌。像刚刚那道连他都躲闪不及的攻击，仅仅是纯粹的灵力攻击，这种圣人层次的力量根本不属于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位圣人，更何况圣人之间也不会轻易动手。元始天尊心中已经猜到了原因，正是因为他刚拨动星盘，准备推演那名命定弟子的线索，还来不及推演，就遭受到了那道攻击。这个原因让元始天尊更加觉得奇怪，仅仅只是一个弟子罢了，哪怕对方身负大气运，与阐教有缘，也不至于引得圣人级别的出手来阻止他推演吧？到底是谁呢？元始天尊眉头紧皱，无论从何种方向来思索真相，都找不到线索。但要是直接推演对方，元始天尊想想还是放弃了。只是推演一个弟子就遭受如此恐怖的灵力攻击，若直接推演对方，岂不是直接招来杀身大招？对方或许只是为了保护那名弟子而已，无需为了区区一个弟子和这种层次的存在交恶。而且若真把对方惹怒，玉鼎都会倒霉。为了一名不确定的弟子，反而折损自己的弟子，那就亏大了。元始天尊看向旁边的玉鼎，抬手将他身上的伤势全部愈合。玉鼎，此事你就不用再管了。是，师尊，不用再去找那根本找不到的内定弟子。玉鼎心里其实也稍微松了一口气，不过这也恰恰让他更加震惊，连师尊这样的圣人都被攻击，无法推演，那名从此无缘的弟子究竟牵扯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？幸好从此再无师徒之缘，这种麻烦体质还是离他远一点，越远越好吧。玉虚宫对于杨戬的推演暂且告一段落，我并不知道一位圣人推演杨戬却遭到了反噬，因为此时此刻太初仙庙附近正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。往日里只有10里8乡村民来往的官道上，不知因何缘故出现了一支军队，每位士兵身着铠甲，佩戴长剑，眼神坚定，步履稳当，一看便知是精锐之师。更别说为首的带队将军胯下骑的不是战马，而是一头黑麒麟，手中还拿着威风凛凛的雌雄双鞭，有着天仙境界。此人乃是当朝太师文仲，截教3代弟子，大商国第一战力。听说边境敌军作乱，当即带上精锐前往消灭。军队浩浩荡荡在官道行进，不可避免地靠近了太初仙庙区域。启禀太师，负责探路的骑兵赶回来汇报，前方官道上行人拥堵，军队行进可能还需等上一等。什么？文仲皱眉，官道宽阔，路人稀疏，就算是都城那边，行人看到大军也会自动避让，更别说这么偏僻的小地方。太师，属下所说绝无虚言，前方官道之上，行人确实占据了大路，别说是我们大军了，就算分出一小支队伍通过，
也要费些时间。这倒是奇了。文仲挥手让大军继续前进，他倒要看看这偏僻小镇是否真能被行人拥堵到官道都过不去。骑着黑麒麟顺着官道走，果然见一堆百姓拥堵在前方，倒也不是什么意外情况，他们是在流动行走的，甚至不少百姓步履匆匆。可明明是流动行走着的百姓，却依旧将这荒山野岭造成如此巨大的拥堵。文仲眼神微眯，注意到他们行走的方向，离开的百姓是从一座山上离开，前进的百姓也正往那座山走。作为在朝堂经营多年的太师，文仲第一反应便是，莫不是哪里来的邪教在国土上搞事情，吸引了大批无知百姓。文仲让小兵叫来一个百姓问话，小兵很快带来一名妇人。妇人一看到他们都穿着盔甲，为首的大人胯下还骑着不知名的四脚兽，当即跌坐在地。君爷，我身上没带银两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我家里只有半亩良田，求君爷饶命啊！文仲无奈，斜了那小兵一眼，动作这么粗鲁作甚，把人都当军痞流氓了。他努力让自己表现得和善一点，微微低下身子。这位夫人恐怕是误会了，我们是大商国正经的军队，而本将让人将你叫来，也只是想问一下，为何这荒山野岭的会出现这么多的百姓？我管你们都去往那座山上，那里究竟有什么吸引你们前去呢？妇人脸色一白，那狰狞的麒麟兽首随着他的动作越发接近，吓得他浑身发抖。接近，吓得他浑身发抖。回禀大将军，我们都是正经百姓，我们是前往那座山上的仙庙烧香许愿的。妇人战战兢兢，一股脑将仙庙的事情给说了出来。仙庙名为太初仙庙，里面有位太初仙人，只要去烧香许愿，家中有任何难事都能解决。之前还为我们这里除了一个大妖怪呢。文仲听完当即一声冷笑，果然是有人在这里愚弄百姓，大搞淫祀邪庙。你们这些百姓莫不是被人给蒙骗了？这世间虽然确实有神仙妖魔存在，但是你们怎知自己拜的是真仙还是妖魔？听到这大将军说太初仙庙的坏话，那妇人也多了几分勇气。那真是神仙，若是妖魔，怎么会帮我们凡人去杀别的妖怪呢？文仲不跟他争辩，百姓愚昧，争辩这个也无用。哪里有神仙会居住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？有求必应，为人解决家中难事，一听就不像正经神仙。就算不是妖魔作祟，估计也顶多是个有点修为的小修士，靠着下三滥小道坑蒙拐骗。走吧，就让我来看看这所谓的太初仙人究竟是个什么货色。文仲当即率领大军调转马头，前往太初仙庙方向。军队气势汹汹，来上香的百姓都被镇住了，不敢凑上前去。文仲骑着黑麒麟，漫不经心的表情随着越靠近越发凝重。这座山远看平平无奇，但深入林中，竟然袅袅飘着灵气。不过有许多山脉都有这种现象，文仲倒也不太惊讶。直到走到太初仙庙跟前，才维持不住脸上淡然的表情。如此大面积的仙庙，已经不能仅仅称之为庙了，这已经达到宫殿的水准。文仲脸色微沉，他可是截教的3代弟子，出身背景极高，见多识广。在意识到这仙庙或许出身不凡之后，立马推翻了之前的想法，这里或许真有一个仙人在。想到自己带着大军浩浩荡荡的前来，一副来找茬的模样，甚至还吓退了今日要来上香的信众。文仲当即出了一身冷汗，这种行为放在脾气不好的仙人眼里，就是赤裸裸的挑衅。不过若是仅仅看到个庙门就灰溜溜的逃开，那他还配说自己是截教弟子吗？这点胆量都没有，如何再修大道？文仲抬起手，让大军停下。有关仙人的事，普通将士最好还是别掺和。若里面真有得道真仙，以他的身份加上诚心道歉，解释这只是个误会也就过去了。但若真是邪魔歪道，那就不要怪他不客气。文仲下了麒麟，独自一人推开仙庙。仙庙之内气势开阔，金丝楠木，上等乌木，顶级青石，毫不吝啬的使用建造，并不在乎踩踏他们的是百姓还是修士。太初仙庙4个大字写得极好，金色颜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龙飞凤舞，入木3分。以文仲的见识，他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庙宇。刚踏入仙庙之中，文仲只感觉磅礴无边的威压瞬间死死压在他身上，仿佛一座大山凭空而下。已经修为天仙境界的文仲再次感受到巨大的沉重感，像是在这一瞬间全身法力凭空消失，再次回到了最初的凡人之躯。文仲呼吸粗重，这次是确确实实肯定了，这里是真正的仙人，而且这仙庙中的威压气息比他师父精灵圣母强了不知道多少倍，至少也是准圣级别的大能。看来太初仙人在外面时就已经发现他了，不然为什么他一进来就承受如此重的威压？这是惩罚，也是对他大不敬的警告。文仲身体越发沉重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开始快速思索要如何消除这太初仙人的怒火。要是对方真一气之下杀了他，外面驻扎的军队必定也会闯进来，到时候得罪仙人也是被一波收割。他自己也是修仙者，很了解这种大能的心态，在他们眼中，凡人皆蝼蚁，正规军队也不值一提，是应该直接搬出师门名号来求情，还是诚恳直接道歉？文仲纠结着，忽然一道俏丽的身影走了过来，青色长裙，白玉簪，穿着素雅，容貌却俏丽清雅，正是杨禅。身为庙主，察觉到骚乱，自然第一时间过来看情况。这位老将军，杨禅见一位身着盔甲的将军站立在庙内，脚上像是生根一般丝毫不动，面露痛苦，满身是汗，还以为他突发什么疾病。您没事吧？他走上前才看到门外竟然还驻扎着一支军队，他只见过百姓上香，倒还是第一次看到将军带着一整支军队来的。老将军，杨禅见他依旧一动不动，面露不解，他自己只是个凡人，也没学过医药知识，不知道这位老将军究竟犯了什么疾病。所幸这时杨戬从后院出来了，二哥你快来！杨禅将二哥招呼过来。这位老将军好像有些不舒服，你看要不要将他先扶到店里休息？杨戬好奇地打量起文仲的穿着打扮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将军呢。而文仲同一时间也看到了杨戬，更是看出来了杨戬的修为。炼虚合道，这少年年纪轻轻，位极弱冠，竟然达到了炼虚合道的境
境界。年纪这么小，哪怕从娘胎里开始修炼也来不及啊！面容稚嫩，眼神清澈，并不像老妖怪返老还童伪装的模样，当真就是如此资质非凡的妖孽不成？这放到外面，绝对是个大教派争抢的弟子。文仲从未见过天赋如此妖孽的少年，就算是他自己能修炼到天仙境界，也是纯粹靠着师尊送的丹药才勉强到的。而这少年气息沉稳，收放自如，并不像是吃丹药吃上去的境界。仙庙之中随意出来的一个少年就吊打他的天赋能力，那这太初仙人又究竟是怎样的存在？前辈，杨戬好奇的上前，您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？见对方呼吸急促，杨戬猜测您是来上香求愿的。杨戬话音刚落，文仲就感觉浑身一轻，一直针对着他的威压霎时间消散了。对，文仲连忙顺着杨戬的话说，我就是来上香的。这话一出，半空之中隐隐针对警惕的存在也自动消失了。文仲大松一口气，当即虎虎生风地走到香炉前，拿起旁边免费供应的香，恭敬地拜了一拜。太初仙人恕罪，今日之事属实是误会，晚辈文仲乃是截教3代弟子，路过山脚，见来往百姓繁多，本以为这里会有妖魔邪道侵扰，哪曾想是前辈在此，实在是误会，我本无意惊扰前辈，再次致歉，还望谅解。文仲满心以为这是太初仙人对自己的警告，态度分外恭敬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仙庙内部空间的我，也是刚发现他这个特殊的上香者。丁，检测到丙级气运者，检测到丙级气运者，触发100倍暴击，恭喜宿主获得1万香火值。丁，丙级气运者初次上香，触发特殊奖励，上等神通，到天机。我猛地睁开眼，这特殊的提示音已经很久没听到了。阳明果然有用，又吸引了一个新的气运者。不过丙级气运者又是什么意思？杨戬来上香时可是直接标明的大气运者，系统主动跳出来解释，杨戬乃天命所归的天命之子，气运等级极为稀少，所以称之为大气运者。而其他天之骄子，气运强者则分等级，每个人生来都自带气运，气运达到一定阀值就会被统称为气运者。根据气运多寡分为甲级、乙级、丙级、丁级等，等级越高，上香时所能提供的香火值自然也就越高，奖励宝物的几率和质量也就越好。这就明白了，洪荒世界修士和神妖如此之多，自然不可能以一个大气运者一言以蔽之。而且气运者初次上香往往都会爆出好东西，相当于白送的机缘。那这位丙级气运者究竟是何人物？我抬手一挥，虚空中出现大殿内上香的画面，一位精神饱满的老将军正在上香，身穿盔甲，身姿挺拔，气度不凡，看着就不像小人物。旁边的杨禅见老将军只是道歉，并没说出心中所求，以为他第一次来不太懂，于是为他指引，将军可以提心中所求所愿，若是事出有因且心诚，我们太初仙人也会帮你的。文仲思索再三，朝着雕像鞠了一躬，既然如此，那晚辈就斗胆一求仙人相助。晚辈乃是大商当朝太师文仲，这次也是意外路过仙庙，晚辈率领手下的精锐之师，本是为了前往边境处剿灭乱臣贼子，所以某在此别无所求，只求仙人能够庇护我们，让我们能胜利的安全归来。文仲态度恭敬，以他的能力，这场战斗是必胜的，但他率领的士兵大部分都是普通人，他希望他们能够安全归来。我将他们之间的对话一字不落地听到了耳朵中。大商太师文仲，这可是封神大战中大名鼎鼎的人物，征战四方，为大商打下一片片疆土，哪怕年老之后依旧武力高强。大商危难之际力挽狂澜，迎接四方仙神也丝毫不惧，可以说大商一半的江山都要靠文仲来撑着。可惜他的下场极为悲惨，西岐之战时本已胜券在握，却惨遭阐教12金仙之一的云中子斩杀，身首异处，死不瞑目，最终身亡于绝龙岭，上了封神榜，被封为9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。听起来挺拽，实际上却丧失了生前最热爱的自由。他本身就是截教3代弟子，未来自可参悟大道，飞升成仙，根本不需要封神榜横插一脚。上了封神榜就再无进一步的机会，老老实实为天道打工，哪怕轮回转世也无法脱身。更让我替这位老将感到可惜的是，斩杀他的云中子是阐教2代弟子，12金仙之一，修行不知多少岁月，以大欺小欺负一个3代弟子，还是设下陷阱偷袭才胜的。我对阐教截教没什么好恶之分，但很不喜欢这种个人行为上的卑鄙无耻。若想赢，就正大光明公平的赢。现在既然让我碰到了这位倒霉的老将，而且他也来上香求了愿望，那我也不介意帮一把。反正阐教都已经得罪过一次了，再得罪一次也没什么关系。其实若想更彻底的帮助文仲，最好的办法是将他也收到门下。唯一比较麻烦的是文仲自己有师门，是截教3代弟子，师从精灵圣母，轻易不会转投别人门下，所以得想其他办法从别的角度下手。思绪落定，我心念一动，直接将文仲召唤到了太初仙庙内部空间。文仲上完香后正准备离开，结果刚踏出庙门，眼前一切全变了，雾蒙蒙的大雾遮挡了所有视线。仙庙、杨戬、杨禅，庙外的大军全都消失不见，周围万籁俱寂，怎么回事？文仲毕竟见多识广，很快反应过来，这是太初仙人管辖范围，必定不会有其他宵小作祟，当即躬身一拜，晚辈拜见仙人。话音刚落，微风吹散雾气，显现出一条山间小路，两边是茂密山林，繁花仙草盛开，一座山连着又一座山，仙雾缭绕，霞光满天。最重要的是，此地灵气极为浓郁，文仲走南闯北碰到的诸多洞天福地都比不上这里。说句大不敬的话，这里可要比他师尊的洞府还要浓郁。顺着小道指引往前走，文仲很快来到一处宫殿之外，殿门匾额上写4个大字：太初仙庙。这竟然是太
太初仙庙可比他刚刚见到的豪华无数倍，这才是真正的天上宫殿、神仙住所。文仲毕竟是有师门的人，我要从别的角度拉拢他，所以和杨戬那种考验不同，直接让他推开宫殿大门来到内殿。正心灵到仿佛能洗涤人心灵的琴音响起，文仲转头看去，只见一黑袍年轻男子在庭内抚琴而坐，明明是在弹琴，却丝毫不见柔弱之气。周身黑红长袍穿出一副傲然超脱之意，仿佛自天地而生，融于天地又可掌控天地。最可怕的是文仲逐渐接近，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看出这弹琴人的修为，说明对方的修为高得多得多。文仲没有贸然上前，只站在远处恭敬一礼，试探性的询问：“您就是太初仙人？”我嘴角微微上扬，正是本尊。虽然你刚开始上山的时候吓跑了不少本尊的香客，不过本尊见你内心赤诚，也是为了百姓，就不与你多计较。此次唤你前来，也是因为本尊见你上香，求的是举国安康、军队平安，竟然没为自己求个愿望，于是本尊便想赐你一个机缘，也算全了你这意外闯入殿内上香的缘分。文仲脸上泛起狂喜，机缘这种事可遇而不可求，今日意外闯入上香，仙人不怪罪就好了，竟然还愿意赐给他机缘。文仲呼吸急促，满眼放光的看着我淡淡一笑，右手在琴弦上轻轻一抚，动人的琴声化作一道流光直入文仲体内。文仲闷哼一声，只感觉体内法力暴涨，修为气息瞬间以恐怖的速度开始提升。下一刻，灵光闪过，文仲突破了，修为提升了一个境界。这种强行提高他人法力且没有任何反噬的情况，他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他修炼了数十年，才靠自身天赋到了如今修为，而太初仙人仅弹出一个琴音，就将他的修为直接提升了一个境界。要知道，就连他师父精灵圣母都没有如此恐怖的手段，不然他也不会在之前的修为处卡上几十年。从青年到暮色老年，若能在青年时期就碰到太初仙人，他寿命延长，必然不会是如今衰老的模样。不过文仲也能感受到提升境界后，整个人所有状态都回春了，甚至头上花白的头发已经黑了不少。文仲当即跪拜，多谢仙人赐予晚辈机缘。文仲不胜感激，我不在意的挥挥手，为了震慑文仲，直接花香火枝为他提升修为，耗费了整整10万香火枝，放到没有收杨戬为徒之前，我说什么也不会这么花。不过若能收服文仲，这10万香火也花得值得。抛开气运者不谈，文仲自身的潜力背景也值得拉拢。大伤太师，这个实力和权柄足以在某些事上大开方便之门，现在只是放进去成本，将来绝对能收获巨大的好处。文仲还想再感谢一番，可下一秒眼前一晃，宫殿仙境彻底消失不见，他再次出现在了仙庙门外，门口是好奇看着他的军队，庙内也是一脸疑惑的杨戬、杨禅。将军怎么看起来好像年轻了不少？好像是真的。一晃眼，将军鬓边的白发都没了，皱纹也少了很多，感觉年轻了20岁不止。这仙庙也不会有返老还童的能力吧？我进去拜拜，能不能让我永葆青春？其他人的嘈杂并不能惊扰现在的文仲，他如同当初的杨戬一般，同样对刚刚的事情产生了怀疑。毕竟将人直接提升一个境界，实在是过于奇幻了，哪怕是凡间画本上如此写，他都不敢相信。甚至文仲怀疑自己刚刚会不会是经历了一场幻境，仙人只是为了耍他。可当文仲提起感受修为时，表情瞬间就变了，他竟然真的突破了，升了一个境界，体内强大的法力可做不得假。文仲想到了什么，表情顿时一变，第一时间朝着军队的方向跑了过去。士兵们从来没见过文太师如此不淡定的模样，当即握紧了腰间的刀剑。离大军远远围观的百姓们满脸好奇，这怎么上完香二话不说就跑了？这军也好奇怪呀，不会是准备让大军攻下我们仙庙吧？这仙庙救了我家相公的命，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就连杨戬兄妹也满脸茫然，从没有哪位香客上完香之后便立刻冲向大军的，这看起来确实有点像找茬。忽然，军队那边传来阵阵惊叫和呼喊声，紧接着大军没了章法，一股脑的往仙庙中冲。他们真的往仙庙冲去了？这些军痞子要干什么？真准备毁了仙庙不成？不行，想要毁了仙庙，必须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你跟着去做什么？这仙庙之中有太初仙人坐镇，若他们真是去毁坏仙庙的，仙人一指头就能将他们按死。话虽如此，百姓们还是紧张地盯着军队的动作，生怕仙庙被毁，没了上香的地方。杨戬下意识将妹妹挡在身后，满脸警惕地看着这些士兵。他虽不惧怕他们，但这些军人大多是肉体凡胎的百姓，他也不能贸然出手伤人。不过这些人若当真毫无缘由地来拆仙庙，哪怕他们不是坏人，杨戬也不可能放任不管。仙庙已经是他的家了，他就算拼死也会守护仙庙安全。杨戬深吸一口气，体内法力运转，眉间显现出一丝细微的金光，随时准备开启重瞳之眼。而下一秒，奔跑到庙门处的大军却突然停住脚步，乖巧地站立在原地不动。杨戬一愣，默默散了眉间的金光。这些士兵虽然浩浩荡荡奔来，但并没有拿起武器，身上也没传来杀意，反倒是莫名的激动和狂喜。嗨！不远处坐在黑麒麟背上悠哉的文仲咳嗽2声，警告提醒军队注意仪态。于是下一秒，整个大军立马恢复整齐排列，井然有序地迈步进入大殿。4个人为一组，排着队拿起一根香，开始为太初仙人上香。杨戬、杨禅面面相觑，脸上都是掩饰不住的茫然和无措。他们刚刚差点出手，准备工作都做好了，合着这就只是来上个香。门外的百姓也被这猝不及防的反转给惊掉了下巴，合着不是来找茬的，是来上香的呀！吓死我了！我刚刚差点扛着锄头上去打了，你蒙谁呢？我看你腿都吓软了。
哪像是上去拼命的意思。太初仙人真是神了，连军队都来为他上香，这绝对是真正的仙人，这不是废话吗？之前的种种神意你都忘了，这当然是真仙。忠实信众们与有荣焉，自己信奉的神仙征服了军队，这给他们的感觉就像是自己很有眼光似的。不少人家中甚至还供奉了太初仙人的小雕像，就是为了在不好出门的日子在家中上香供奉。而在内部世界，我听到系统不断传来的香火声整齐排列的播放着，往虚空一抹，看到了文仲和大军之间的交流。没想到文仲这人这么够意思，他的本意应该是想让大军们来上香增加血存活率，但这阴差阳错也正中我下怀。我就缺信众，能有越多的人上香越好。这10万香火值花的是真值。单说文仲走南闯北绞杀叛军，就能将太初仙庙的名号传得更远，可比足不出户的普通百姓传播快得多。只要时间足够，整个大商都会知道太初仙庙的存在。到时候若有几个不得志的气运者撞到手里，那就更好了。而且文仲这太师在大商国地位极高，若运气爆炸，将大商大王也忽悠过来上个香，一国之君的香火，我都不敢想象能开出什么好东西。我托腮看着虚空上的画面，内心十分满意。能入文仲军队当精锐之师的士兵，气运多少和普通人不一样，最少一人也能提供3、4点香火值。丁，生灵上香，恭喜宿主获得15点香火值。生灵上香，恭喜宿主获得239点香火值。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这支军队的实力，不愧是能在文仲手下南征北战的士兵，无论哪一个提供的香火值都远胜于普通百姓，甚至一些小将或者未来人生道途不错的士兵，一人就能增加上千。等这支军队上完香，已经日暮西沉，彻底黑了天，而我的账上已经有了25万的香火值进账，送出去10万，转头赚回来25万，血赚15万，果然有舍才有得。经过今日的收获，加上之前积攒的，已经逼近100万香火。当初我刚绑定香火系统，苦哈哈赚取百姓香火，2年多才赚了2000多，万没想到，就几个月光景，香火值已经逼近100万了。丁，恭喜宿主传播声望达到万人，竟然真的达到破万了。之前这附近村子过于偏僻，消息流通不便，我也早做好了长久奋战的打算，没想到今日只花10万香火值帮文仲升了个境界，竟能得到如此大的回馈，不仅平白赚了15万，还将信众扩大到1万以上。丁，恭喜宿主达到万人声望，爆出特殊奖励神通，赏善罚恶。赏善罚恶名字起的倒是嚣张，赏善罚恶乃是天道法则中诞生出来的神通，拥有极其强大的力量，可对选择对象生平进行审判，根据生平形式进行赏善罚恶。一旦施展，只要比宿主修为低，就可进行审判，无上限。我倒吸一口冷气，无上限说明只要我修炼到一定境界，赏善罚恶就会跟着一起成长。将来若达到圣人境界，完全可以审判圣人。毕竟人从出生到长大，一辈子不可能什么错都没有。这赏善罚恶几乎是每个人都过不去的必杀技，绝对会是我手下一张金光闪闪的底牌。而在外面的文仲有些失落，他让大军也跟着去上香，没准就有谁中了太初仙人的眼缘，一飞冲天。可惜这么多人上完香，没有一个人有所收获。不过没关系，既然他已经在仙人那里求了平安，士兵们的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。他还想着，若不是要去踏平叛乱，真想立马前往都城告诉大王这一消息。大王乃大商之主，来上个香必然能得到一份机缘，说不定还能重现上古人皇之威。小兄弟，文仲朝杨戬招了招手，不知这位小兄弟师从何门，是这里的庙主还是香客呢？杨戬还没开口，杨禅站了出来，看来温和矜持的人面露几分骄傲。我二哥乃是这仙庙内太初仙人的大弟子，我才是这仙庙的庙主。原来如此，文仲看杨戬的眼神瞬间就不一样了。太初仙人的大弟子，怪不得年纪轻轻就达到了炼虚合道的境界，若非人中龙凤，又岂能待在仙人手下？小兄弟学成出师历练，随时可去大商国找老夫。老夫是大商国的太师文仲。文仲说话丝毫没有一国太师高高在上的姿态，甚至和杨戬说话时分外可亲，像是邻居家的老先生一般。杨戬拱手道谢，谢将军厚爱。不过杨戬对入朝堂没什么兴趣。文仲笑道，先不要这么着急拒绝嘛，少年儿郎确实都想去外面闯荡，但实际上人生能有一番成就，手握权力才是切实重要的。高官厚禄、金银财宝虽说是俗了点，但却是行走世间最不可少的东西。杨戬微笑着摇摇头，不再说什么，那些东西对他而言恰恰是最不重要的。他现在只想修炼有成，好去天庭救回母亲。文仲也不再劝，只是再三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在都城的位置，期盼杨戬将来想清楚之后能去找他。杨戬天赋固然妖孽，但文仲最看重的还是他的身份。太初仙人座下弟子，背后有如此强大的大门护驾，这小子未来路途必定一帆风顺。若是将来能入大商国当个将军武官，绝对是大商国的一大战力。文仲不再叨扰，带着大军浩浩荡荡离开。军队人数众多，离开的动静引起了其他百姓的注意。打听到情况之后，附近的村子震动非常。很快，如此奇异的一件事就传播得更广了。仙庙的庙门若不是升级之后用了顶级的建筑材料，恐怕早就被人给踩踏了。附近100里的城池内都有着太初仙庙的传说和故事，加上随着文仲的行走，太初仙庙的名字慢慢传播得更远。一旦有了名气和流量，其他一切做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。我每日的香火值都暴增了一个大台阶，甚至随着名声越来越大，上山的路人几人，就有不少人想着回家供奉太初仙人的牌位和雕像。开始大家只是自己在家做了个牌位，但总觉得不够正式，于是就有人前来询问，是否能将定做的牌位和雕像在庙内开
开光。杨禅作为庙主，自然主动接手了这一繁杂之事。经过我同意之后，便开始进行集体开光。这些百姓将雕像请回家中供奉，对我来说好处很大。百姓们有自己的家事要忙，不可能日日来爬山上香。如今他们在家供奉上香，同样可以为我提供香火值。每天的香火值再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了一大截，获取量已经和消耗量达到了正比，积存的香火值也在缓慢增加。如此一日复一日，半年时光就这么过去了。通过香火值的帮助，加上杨戬的修炼经验值反馈，我如今已经成功突破，晋升到太乙金仙境界。我满意的吐出一口浊气，以如今的修为放眼整个洪荒，也绝对称得上高手了。不过太乙金仙仅仅是长生道路的一个小起点，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。轰隆！天空忽然传来一声巨响，我抹开虚空，凝眉一看，只见外面天上忽然出现一道劫云，紧跟着转换为雷云，直直朝着太初仙庙劈了下来。我面色一变，我的升级不会引来此方天道的雷云，所以突破的另有其人，也不难猜，几乎转瞬间就猜到了是谁。杨戬要突破了。杨戬在感应到即将突破的时候，就已经站到了庙门外，准备靠肉身硬生生将雷云扛过去。他知道雷云降下的雷光有淬炼肉身的作用，只要靠肉身挨过去，体能修炼将会再上一个台阶。来吧，我杨戬是不会屈服一个小小的雷云的。杨戬眉目如星，神色坚定，天空中的雷云当即直直劈下一道雷入了杨戬头顶。杨戬闷哼一声，身上雷光大作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但雷光消失，他依旧硬撑着没有动弹一步。再来，我杨戬今日必定会顺利度过雷云，以脚为尺，丈量着走上天路，成为真正的仙人。只有度过这次雷云天劫，他才能彻底突破，踏入仙道。虽然距离他能救出母亲的修为还有好长一段路，但也不再像之前似的没有丝毫希望。来吧，雷声萧萧入我身，天为价来我为真。杨戬哈哈大笑，雷云凝结出一道道雷，一个接一个朝他劈下。我在太初仙庙内部空间面露欣赏的看着杨戬，说实在的，除了扔给他一堆书以及一些功法神通之外，别的都没管过了，纯靠杨戬自身悟性和勤勉的自制力来学习，却依旧自学到了这种程度。看着这样的杨戬，我觉得所谓天界战神的名号也根本配不上他。我的徒弟值得更好更尊贵的地位。不过这天劫好像有些厉害，杨戬要受一番苦了。杨戬本身资质非凡，又是仙凡之体，母亲也是天界有名的女战神瑶姬，所以他的雷云更厚更浓，遮天蔽日的将整片天空都挡住了。许多百姓也早早躲回了家中。9道天雷劈下之后，雷云依旧久久不散，继续往下落着雷电。杨戬被劈的身上泛起焦黑和红痕。据我观察，这雷云像是最顶级的拥有9981道天雷的99雷云。虽说大气运者拥有这般待遇再正常不过，但死在99雷云当中的天之骄子也不是没有。我难免为杨戬捏一把汗。最后9道雷了，杨戬单膝跪地，死死支撑着身体。杨戬单膝跪地，死死支撑着身体，血肉模糊，但强大的修复能力又在不断修复、不断愈合，又受伤的过程极为痛苦。在第3道雷劈下来的时候，杨戬大吼一声，眉间天眼猛地张开，一道光冲破雷云朝天上射去，直接打碎了劈下来的一道天雷。天雷不过如此，杨戬纵身一跃，朝着虚空处飞去，不退反进的正面迎上劈来的天雷。雷云噼里啪啦散发着细小闪电，银蛇狂舞般凝结出一道粗壮雷电，直直劈过去。杨戬双手捏诀，心中运行起法物口诀：他化自在，他化诸天，他化岁月，他化万古。雷鸣之声伴随在周边。下一秒，杨戬身侧一道又一道身影幻象悬浮出现，在时间概念当中，肉身不断显现又消失，本来已经满格的炼虚河道境界更加凝实。只听砰的一声，法力实在压缩不住，直接爆发，瞬间冲破了突破大关。仅剩的那几道天雷像是哑火了一般，在杨戬脚下打下几个小洞，就泱泱散了雷云，成功度过9981道天雷。杨戬突破了境界，成功踏入仙道，我同样欢喜。然而两人的笑意还未落下，天上的劫云竟然又凝结了起来，同样的黑沉浓重，但不同的是，这次的劫云隐隐透着几分紫色雷光。我站起身看向天边的紫色雷云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紫霄雷云？紫霄雷云已经多年不曾出现了，上一次出现还是古洪荒时代。这种雷云还有个通俗的名字叫圣人雷云，相传只要出现过这种雷云并且通过了的人，未来成就最低也是圣人。没想到竟然出在了杨戬身上，而且这种雷云一旦出现，也会引来不少圣人的关注。我猜测的没错。33天外的蓬莱仙岛之中，通天教主眉头轻皱，看向凡间方向，心念微动，便看到了下界凝结的紫霄雷云。有意思，通天教主勾起嘴角，多年未见的紫霄雷云再次出现，看来这洪荒又要有事情发生了。一念落下，通天教主手捏法印开始推算。怎么会？本来还想随意测算一下引起紫霄雷云的天才是哪门哪派，可通天教主却发现自己竟然丝毫线索都没推演出来，此人到底是谁？通天教主微微皱眉，不过并未太在意，无论对方再天才，也只是有成圣的潜质罢了。修行之路可不是只有潜力就够的，而且洪荒安稳太久了，就需要有点新鲜血液。其他圣人同样被这雷云惊动，包括之前被攻击一次的元始天尊。若是这等资质的人是我阐教的，我阐教何愁不兴？元始天尊暗自思索，或许他可以将这刚引起紫霄雷云的人提前拉到自己阵营，这种事情就要率先下手，在其他圣人出手之前将人拉过来。若是成功了，最差也相当于得到一个准胜，当即不再犹豫，开始拨动星盘推演天机。结果下一秒，星盘之中空空如也，推演出来的依旧是一片空白。怎么回事？这段时间接二连三的失利，前面那次推演失败就已经够挫败了，这次还是如此。这次情况和上次一模一样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没遭到攻击，但一片空白的情况完全一样。短短时间怎么可能出现2次推演空白？除非
这2次事件是同一件事，推演的对象也是同一个，这就能解释得通了。其他圣人也都感应到了这紫霄雷云，太清圣人老子、女娲圣人、西方2圣、妖界的鲲鹏祖师，无法推演，这太奇怪了，又是未来的一个准圣，乱世出英雄啊，太让人好奇了。这人究竟是谁？紫霄雷云将所有人的胃口高高吊起，可推演根本无法进行，只能干着急。所有人也好奇那人究竟能不能度过紫霄雷云，一旦扛不住，灰飞烟灭，生死道消都是清的，将会彻底消散，一丝神魂都不再存于天地之间。不过此时此刻最紧张的当然不是看热闹的洪荒众修士，而是太初仙庙内部的我。杨戬不懂这紫霄雷云的可怕之处，但我明白，若是杨戬扛不住，我面色凝重，开始思索关键时刻能给予什么帮助。而杨戬不知者无畏，依旧靠他化自在法死死坚持着。本来在99雷云散去之后，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自我修复，变得更加健壮，充满力量。但天上一道紫色雷光乍起，劈在他身上之后，杨戬直接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这紫色雷电的破坏力远高于99雷云。杨戬面目狰狞，死死撑着身体不让自己倒下，他不能退缩，他还有等着他冲向天庭救他出来的母亲，以及在仙庙之中孤苦无依还未自立的妹妹。轰隆一声，天边再次炸起雷光，蔓延至整个天际，像是黑色幕布裂开了丝丝裂缝，紫色雷光久久不灭。一道粗壮的雷光降下，杨戬双腿猛地一撑，抬头直视那道雷光，眉目间的天眼再次打开。不同的是，这次天眼包括双眼中的瞳孔都有2个黑瞳存在，正是重瞳之眼。重瞳之眼灭！杨戬大吼一声，3只眼睛呈现6个瞳孔，爆发出能照亮整个天幕的亮光，直射向天边那片雷云。只听轰隆一声，仿佛整个空间和世界都跟着颤动了好几下。天啊，地龙翻身了！救命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快看快看，天要裂开了！下一秒，让所有百姓惊恐的紫色雷云，在那一道劈开天幕的亮光下直接消散，阴暗的天空重新恢复了光明。阳光落下，不再有雷鸣声和大地震颤。杨戬跌落在殿内，单膝跪地缓和着伤痛。随着阳光洒落身上，体内法力充盈，力量层层攀升，他破了天劫，直接跨过地仙境界，达到了天仙。要知道文仲战功赫赫也才天仙境界，而杨戬甚至还没成年。杨戬兴奋地来到内殿，师傅，我已经突破到了天仙境界，做得不错。身后突兀响起一道声音，杨戬猛地转头，只见平日只在内部空间待着的我赫然出现在他身后。杨戬双眼放光，师傅，徒儿，你天赋卓绝，进步神速，为师很是欣慰，一切全有赖于师傅的教导。我摆摆手，我哪有教导你什么呀？只不过是传你了几则神通，其余的全靠你自学成才，这已经足够二郎感激不尽了。师傅，我这一身神通是你传授，若是没有您，恐怕二郎早就死于小金乌的手下了。不要妄自菲薄，你的勤勉为师也看在眼中。杨戬如此勤勉，他的修为也会复刻一份到我身上。如今我也是修为大涨，乖徒儿，为师知你心急，但是修行一路要稳扎稳打。如今为师再赐你一机缘，祝你修行之路越发顺遂。但是同样的，你也不要忘了要勤勉修行，莫要辜负为师的期望。我抬起手，手心凝结出一柄卷轴，挥手直接落到杨戬跟前。此机缘需要你自己前往取来，为师算出你与他有缘，若是能得，必有助于你修行。杨戬将卷轴打开，上面刻画的是一幅地图，实际上这地图正是我所作。之前文仲上香爆出来的神通道天机，盗取一瞬天机。这次杨戬刚一突破，道天机就自动触发，告知了我3尖2刃刀的所在。杨戬，莫要让我失望。杨戬激动跪下，深深一拜，师父恩德。杨戬无以言说，就请师父放心，杨戬必定会勤勉修炼，早日取得大道。救出母亲后，好好的在太初仙庙服侍师父。你我师徒何须言谢，好生修行，不要枉费了传你的妙法。为师也就欣慰了，徒儿定当努力修行，绝不辜负师父的期望。好了，速速出发，将机缘拿到手。是，师父。杨戬并没有第一时间前往，而是去找妹妹告知喜讯和安全。此时杨禅还在外面招待因天雷而藏到旁殿躲避的香客们。诸位，大家不要担心，天雷已经过去，刚刚是我二哥在历劫，现在可以出来了。刚刚天上那动静可吓死我了，幸好仙庙被太初仙人扩大了，我们还有个地方躲。杨庙主，你要不去看看你二哥情况怎么样了？杨禅其实也担忧二哥的情况，但身为庙主有自己的职责所在，先要安抚好香客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二哥。三妹，杨禅立马惊喜转头，看到安然无恙的二哥站在面前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二哥，你没事吧？杨戬摇摇头，温柔地摸了摸三妹的头发，不要担心三妹，万事有我，我是不会死在你前面的。二哥，如此大好的日子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对，二哥不会说话，今日确实是大好的日子，我历劫成功了，而且直接跨过了地仙境界，到达了天仙境。以后再有追兵前来，我们也不需要狼狈逃窜了。二哥会护你永世平安。杨禅泪眼朦胧，仿佛一瞬间回想起家破人亡后兄妹二人狼狈逃窜的日子，最后定格到杨戬面容坚毅、双目如星的脸上。我相信你，二哥。等到香客离开，杨戬还带妹妹体验了一把飞天的快乐。杨禅在天上飞的时候，满眼都是云朵，笑颜如花；落了地还有些意犹未尽，最后慢慢转变为几分失落。他也想学法术，明明都是母亲的孩子，为什么他就不像二哥这般厉害呢？为什么仙人迟迟不愿意收他为徒？不过这想法也只是一瞬间，杨禅还为自己阴暗的心里感到几分愧疚。仙人收徒自然有他的道理，个人有个人的命数，不可强求。杨戬完全没看出来妹妹一闪而过的失落。对了，三妹，你这段时间好好在仙庙待着，千万不要随意
以出去，我要出门一趟。师傅给了我一个地图，告诉我那里有属于我的机缘。二哥万事小心，注意安全。告知妹妹消息后，杨戬重新返回大殿为师傅上香。师傅，您等徒儿的好消息吧。上香完毕，杨戬转身离开仙庙，运起法力朝着地图上所标识的地方飞去。他完全不知道，在太初仙庙内部，我因为他忽然的上香而惊到了。丁，大气运者杨戬上香，增加10万香火值，10万，从每日的1万增加到了10万，而且前面并没有出现暴击2个字，也就是说这是常规香火值。杨戬每日上香就可以为我增加10万香火。那如果他继续提升境界，到了大罗金仙境界后，他得爆出多少香火值？起码未来很长一段时间，香火值是不用担心了。赶了整整1天1夜的路，杨戬到达地图上标示的位置，一处风景优美的深山老林，一波潭水幽静黑深。杨戬面目凝重，这里虽然安静，但安静的过分了。深山老林之中怎么可能没有鸟叫虫鸣？下一秒，狂风大作，卷着尘土，雾气弥漫，原本幽静如镜的潭水骤然暴起，2、3丈水柱直冲天际，落下时化成了数米长的巨蟒。蟒妖，巨蟒口中4颗长长蛇牙闪着寒芒和蓝光，显然带毒。呆，哪来的小子？小小年纪眼睛都出了问题。爷爷可是蛟龙，自称蛟龙的怪物大吼一声，头上龙角显现。